为啥我的家人、未婚妻、魏家继承人的位置，我努力这么多年的东西，全都被你给夺走了？你还想又怎么样？还是大哥，毕竟你才是魏家的亲生儿子，我只是一个养子，你不死，我放心的。魏生，杀了我，你也得偿命！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就让你当个明白鬼吧。我有一个系统，能把心声输送给你。我想让别人听到哪句话，别人就能听到哪句话。这些年，我只要在心里随便说几句话挑拨，你就被爸妈、被姐姐、被你的未婚妻、被所有人无情的厌恶、唾弃。我把你丢下去，那到时候我只要随便输送几句心声，大家就都会认定你是自杀。魏红，上路吧。你个小畜生，你居然连小人也害！他可是你弟弟呀！我不是被病上推开变得生人吗？不对，我出生了。这是20岁那年，魏生被收养的那年，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不但被魏生栽赃陷害，然后失去一切。虽然这一切都是因为魏生的今生，但这些眼盲之下的家人也是无辜的吗？魏生是犯，你们都是帮凶。我也是，我不会再像上辈子那样找人了。你明明知道他花生过敏，还在他的食物里头添加花生酱，我一定要打死你这个心狠手辣的逆子！你干什么？你不敢！你还敢反抗啊？我让你起来了吗？跪下啊！我为什么不敢啊？我做错什么了？不敬父母，毒害手足，我们从小是这么教育你的吗？你的家教呢？小生父母早逝已经够可怜了，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爸妈教育你也是为了你好，快跪下受罚！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竟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难怪爷爷常说你烂泥扶不上墙。你说什么？我说错了吗？你这个养子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连证据都懒得找，就对亲生儿子下毒手。你不是蠢，是坏。他说屎是香的，你要不也尝尝？小畜生，谁教你这么说话的？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你们养过我吗？别忘了，我是爷爷养大的。怎么了？还想打？你们不就是嫉妒爷爷把股份的30%给了我，所以你们就看我不顺眼吗？以前我是为了所谓的亲情，才对你们百般讨好，要不然你们以为自己有多金贵啊？刚才的几鞭子，还有这一巴掌，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如果还有下次，我就让你们全都滚蛋！
毕竟这是爷爷留给我的别墅。你们听明白了吗？爷爷呐，早就听说大哥才是魏家一家之主，要不是老爷子死得早，所有人都得看他脸色。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这就是魏胜输送新生的金手指吧？看来这群眼蒙心瞎的家伙都能听。不过这一事，我居然也能听到，难怪前世他装装可怜就能栽赃陷害我。不过魏胜，这一世我可不会像前世一样，为了这可笑的亲情就任由你栽赃陷害。看见没啊？反了！这个小畜生是要造反呢！我今天非得狠狠的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这个家谁做主！非打死你这个心狠歹毒的逆子不可！看来你们是把我刚才说的话当放屁了。要不是你一个人跟长辈顶嘴，我也不至于下这么狠的手。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这是在教你做人，你什么态度？魏侯，别跟爸犟嘴，不道歉，再嘴硬，爸让你滚出去！你干什么？你想？魏侯，你疯了！你想干什么？住手！住手！你这个畜生，我可是你老爸呀！站着！快住手啊！你个疯子！人别打你，你给我都欠打雷劈的！魏家都不像这种垃圾！快让我不要！还愣着干什么呀？快把这小畜生拉开呀！快叫救护车！送医院！我去医院，死人一直给我喊来。难怪大哥敢打亲爹，原来是料定爸爸不敢曝光出去。他可真够狠的。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散了！你们没长眼睛吗？没看见大少爷他精神状况不好，还不赶紧给精神病医院打电话，叫他们来把人给我拉走！厉害呀！一上来就给亲生儿子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这样不仅能把我送走，还能名正言顺地夺走我的股权。不愧是魏氏集团董事长啊！爸妈，把大哥送去精神病院，会不会有点太过了呀？要是被人家知道我们魏家出了个精神病，我们也很丢人的。不行，今天该打亲爹，明天就该毒杀全家。这样的畜生不能留，必须让他尝尝教训。就是，他不仅敢害小生，还敢害亲爹，这种弟弟我可不敢认。亲爹爹就算跪下求饶，也绝对不能放过。你们不会觉得已经吃定我了吧？喂，公主，在家养了几年，身子骨没养废吧？带人来老宅一趟，我这遇到点小麻烦。你这个蠢货，这是我们魏家的家事，你给徐茂公打电话，你想干嘛？徐茂公可是道上混的，你找他干嘛？你想造反吗？公叔是陪爷爷打天下的元老，也是爷爷留给我的班底。你们都想把我送到精神病院了，我他妈还得乖乖受着。
公主，你突然带这么多人来我们家，什么意思呀？少爷喊我这个糟老头子哪敢怠慢。不过我现在倒是想看看，哪个阿狗阿猫敢在这里欺负少爷。公主，那这小畜生他残害手足，殴打亲爹，我难道没有资格教训他吗？就你教训一个试试。我虽然已经是卫氏董事长，可这老不死的掌握了很多灰色地带的能量，这一碰一，我未必吃得消啊。公叔，请他吃点花生酱。妈，姐，你们要干什么？小畜生，你疯了吗你？魏胜不是说我在他饭里面下了花生酱，害他过敏？他这么言之凿凿，我不替他确认一下怎么讲？你敢！我他妈有什么不敢的？你护得住他吗？今天你们谁敢拦我，我他妈喂他吃屎！给我灌！给我灌！是。妈，姐，我害怕，过敏会死人的，我真的没有陷害大哥。大哥怎么能这么过分？不就是看爸妈和姐姐都比较喜欢我吗？他竟然想害我！天，我以后再也不能见到爸妈姐姐了，我还怎么报答他们？魏后，你敢动小胜，我就当没你是个儿子！小畜生，难道你真的要亲手毁了这个家吗？小胜也是我们弟弟，你怎么能手足相残呢？你太过分了！你再不停手，就不怕我不认你吗？前世你们这些眼蒙心瞎的家人说这些话，我早就心如刀割了。重活一世，你们这些人在我眼里就是跳梁小丑。没吃饭吗？动作快了点儿！小胜妈妈，快带小少爷去医院呀！送什么医院呀？你们这个宝贝养子，除了会装委屈、装可怜，哪有一点过敏的样子？也就是你们这些眼盲心瞎的东西看不出来。大哥说的对，我没过敏，我没事的。我身上好疼啊，妈，我好疼，可是我不能说，爸妈会责怪大哥的。快送小少爷去医院！拦着干什么？快！小畜生，赶紧让他们滚开！你真的要把小胜给害死吗？公叔，让他们去吧，我倒要看看这个魏胜能装到什么时候。让他们走。这小子身上的秘密挺多的，太早弄死就没意思。反正现在我也能听懂他的心声，敌在明我在暗，这才有意思。魏董，魏夫人，现在是你们自己滚啊，还是我请人让你们滚？小畜生，你说什么？你叫我魏董是什么意思？想把我们从这里赶出去又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了，谁让我不爽，我就让谁滚出去。你不会以为我在开玩笑？不把你们赶出去，等着你们的孝顺养子隔三差五回来陷害我？放屁！明明是你处处针对陷害他，你以为我们这些人眼睛都瞎了吗？不仅眼睛是瞎的，你心都是瞎的。魏家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做主，凭什么不赶出去？别以为老头子把别墅给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是你父母，你再敢发疯，我马上报警。你不会以为公叔可以一手遮天吧？报警？魏董，你不要脸了！堂堂一个魏氏集团的董事长，
要是被外人知道，从魏家老宅赶出去，我还不如报警，把这事闹大了。不想走也行。3个月之后是我20岁生日，按照爷爷的遗嘱，我就能继承股权。到时候，咱们就断绝关系。在此期间，我希望各位不能再给我惹事儿，否则我不介意再收拾你。你小畜生！公叔，派人入住负责安排，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踏足2楼范围。是。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魏红。可惜。畜生！我救心丸呢？爸，你也不管管，他把我东西都扔下来，我以后去哪儿住呀？暂时搬去保姆间住。这白野狼真是疯了！现在公叔出面，咱们也奈何不了他。现在是忍忍吧。忍，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他保姆间是人住的吗？那么小，我怎么住呀？你快闭嘴吧！有本事你上去找他理论，你看他给不给你这个面子？爸妈，今天这事不对劲儿啊！他发这么大的火，难道咱们真冤枉了他？难道咱们真冤枉了他？不可能！自从小胜来到咱们家，他栽赃陷害冤枉过小胜多少次？我能冤枉他吗？对呀，上次他害小生摔下楼，你们都忘了吗？上个月他砸碎花瓶陷害小生，还抢他零花钱，在学校还带头霸凌小生，这些可都是证据确凿的。这小子，他天生就是个坏主，只不过他平时在那儿装可怜扮委屈，今天他不装了而已。早知道他是个白眼狼，出生时就应该掐死他。现在这狼崽子会咬人了，还真是有本事啊！爸妈，你们别忘了，他刚刚说他20岁的时候就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到时候他再继承爷爷30%的股份和大量财产，到时候再加上公叔的支持，我们真的会被扫地出门的。放心吧，魏红这个废物嘴硬心软，以往也不是没闹过脾气，咱们哄一哄，还不是得乖乖当狗。这些日子你们对他好一点。你妈说的对，这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的仇啊？你们几个当姐姐的，平时稍微对他好一点，咱们不就跟以前一样了吗？你们别忘了，我还指望哄着他拿出一部分股份给小胜呢。对呀，他现在撒泼打滚，不就是想吸引咱们家人的注意？这几天咱们少骂他几句，他还是得屁颠屁颠的凑上来呗。可是我怎么觉得小红这一次是真想要和咱们断绝关系啊？小红这一次是真想要和咱们断绝关系啊？哼，那家伙把亲情看得比命还重要，大不了我这个当妈的忍着恶心，过几天去哄哄他就是。他还能翻得了天了？哎，对了，咱们先去医院看看小胜吧。他刚刚被灌了那么多花生酱，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急救，也不知道抢救过来没有。对，你说这个小畜生，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咱们抓紧时间去医院，其他的事儿改天再说吧。走。
李医生，我儿子他对花生有严重的过敏，这次又误食了大量的花生酱，他脱离危险了没？魏董不必担心，魏小公子根本没有过敏。怎么可能？医生，你没开玩笑吧？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检查，魏小公子不是过敏体质，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不过我有句不当说的，你们平时是不是对孩子关心不够啊？所以他才装病装过敏，博取你们的关注。爸妈，姐姐，你们怎么来了？对不起，我好像搞错了，我不是花生酱过敏。难道我们真的误会魏红了？难道这段时间都是你一直在诬陷你大哥？怎么办？爸爸妈妈肯定会误会我故意陷害大哥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难道我不是花生过敏，而是误食了其他东西？这回真的解释不清楚了呀！你这孩子啊，别想太多，这一切只是误会而已，以后可别这么粗心大意啦。我知道了。天哪，妈妈竟然相信我！闹了这么大的乌龙，她都没生气，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我太爱爸爸妈妈了，他们对我真好，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嘿，傻小子，既然没事儿，还站着干什么？赶紧回家呀！对呀，一场误会而已，解释清楚了，回家吧。走。没事就好。王妈，怎么回事？咱们魏家的规矩呢？人还没到齐，怎么就开饭了？还有这一桌是什么菜？不知道先生胃不好，要吃清淡的吗？夫人，这都是洪少爷让做的，我们也不敢拒绝呀。把菜撤走，看着就让人倒胃口。什么穷酸菜色？让人送些清淡的上来。是。我的饭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在这评头论足？看不惯就滚了。这个小畜生到底怎么回事？以前他只有卑躬屈膝，小心翼翼的讨好，渴望获得一丁点母爱的份，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妈，快吃饭吧。王妈，快把爸妈最喜欢的几道菜都端上来。是。还是小盛好，不像某些人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休想我这辈子都看他一眼。我最疼爱的儿子啊，你有小盛。如果是我以前听到这样的话，肯定会心酸难受，检讨自己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好，然后为了母爱继续跪舔的。可惜，老子早就不在乎。王妈，你们今天怎么回事？这菜做的这么敷衍吗？我的养胃药膳汤呢？爸胃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准备药膳，快去端上来。这，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小姐。以往的药膳都是洪少爷准备的，他为了让先生的胃口好一点，往往要精选几十种名贵草药，亲自熬制。这一锅养胃药膳至少要炖煮3个小时以上，我们哪懂这些呀？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啊！那就别坐着了，赶紧去给我炖汤吧。另外，别忘了给小生道个歉，我们就当今天的事儿从来没发生过。
你爸的话你没听清楚吗？还不滚去煲粥！你们要不听听自己说什么呢？都翻脸了，还想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呀？吃屎去吧！吃屎最了不了。畜生，说什么呢你？你的家教呢？谁允许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快点跪着给爸道歉！看来你们都不想吃饭。不想吃，就别他妈吃了！小畜生，你是怎么干的？你不要以为有那个徐老鬼给你撑腰，我就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你能怎么着啊？咬我呀？不爽是吧？不爽滚出去啊！没人求你们主人。没事，放心，我还死不了。小畜生，你总有一天会遭到天打雷劈的。这么多年，你们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们，你们自己清楚。如果真要是有天打雷劈的话，第一个劈的就是你。如果真要是有天打雷劈的话，第一个劈的就是你。怎么样？大哥怎么能这样？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一家人怎么能闹成这个样子呢？这也太不懂事儿了吧！唉，大哥也许是仗着魏家唯一亲生儿子的身份，才敢这么胡闹。可惜我不是亲生的，不敢多劝，只希望爸妈别太伤心才好。哦，对，爸爸胃不好，要不我也试试熬煮药膳，给他调理身体。小申，多亏还有你。你看小申啊，又乖巧又体贴，你放心，你就是我们的亲儿子。我们没有他这样狠心的儿子，你才是我们的亲儿子。就是，这算个什么东西？还敢给我们摆脸色，真是没有半点教养。爷爷从小到大就这么一个德行，要不是因为有小盛这个对照组，我还不知道还有多恶心呢！咋了，盛哥？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哎，你要有事你跟哥几个说，你别自己憋着。就是，这小子现在还敢找你麻烦，老子弄死他！你们可别乱说，大哥，人家对我挺好的。唉，我和大哥终究是一家人，他再怎么欺负我，我都得忍着。如果坏了家族的名声，我怎么对得起爸妈的收养呢？魏胜又玩输送新生、栽赃陷害这一套了。季鹏这几个蠢货，以前都是我的跟班，自从得知我失手之后，就成了魏胜的走狗，有事没事就对我冷嘲热讽。前世我不争不抢，没跟你们计较，这一世你们还敢肆意妄为，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不是，盛哥，你别怕他呀，他从小就不受宠，自从魏老爷子去世，谁管他呀？就是，魏董夫妇现在最疼的是你，血缘关系又怎么样？哎，你们可别乱说，大哥毕竟是魏家亲生的儿子。昨天他在家里闹得那么凶，连亲爹都敢打，我还是想办法劝劝爸妈，不然他们真和大哥断绝关系，可怎么办？
哥几个，看样子魏红要被赶出家门了。这王八蛋以前就仗着自己是魏家继承人的身份到处装逼，现在魏家要和他决裂了，他和落水的狗有什么区别？鹏哥，弄他，给胜哥出气。哎，魏红，你不是挺能装逼的吗？怎么不装了？哎，我们听说你爸妈都不要你了啊！把东西捡起来。魏红，你他妈什么态度？看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现在魏家已经不管你了，你在我面前就这个屁！把桌子扶好，东西捡起来，然后马上滚蛋！我不跟你计较，要是你们计较 hold 不住你。好啊，一个被家族遗弃的丧家之犬，我倒要看看这季家怎么 hold 不住我。季鹏，季鹏，算了啊，你和我大哥毕竟是发小，有什么话好好说呗，别动手啊！你别管！老子平常最讨厌某些人端着个架子，好像自己很牛逼似的。其实啊，在家里连佣人都能欺负，你真当我们不知道啊？报警！报警！有老子让他落地横穿！区几个巴掌就想让我牢底坐穿，季鹏，你有没有点常识？好歹还是一大学生呢，而且明明是你挑衅我在先，真要是报警，谁先坐牢还说不定。你我什么我呀？人家挑唆你几句，你就跳出来给人当枪使，这脸都让我扇肿，人家还屁事都没有，就你这智商，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富二代啊？季鹏，我早就说了别去招惹大哥嘛，他这人心狠手辣的，刚才把我都吓呆了。你不用在这挑拨离间，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没完，你给我等着！好啊，我等着。就你们季家，我他妈喂屎你们也得给我吃下去。不服啊？不服把你家长辈叫过来找我呀！魏红，你什么态度啊？刚才光收拾季鹏，没收拾你们几个是吧？你们几个不是刚才叽叽喳喳说给好哥们出题吗？趁老师还没来聊聊。一群废物，以前是不是给你们脸了？大哥，这是干嘛呀？大哥肯定要打死我了，怎么办？谁来救救我呀？别救我，我没有你这么个老弟，少在这恶心我。在家，在学校，你都暗戳戳的怂恿别人来对付我，现在出了事想自己躲在后面装无辜装可怜，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事？大哥，我没有。有，我今天得干。没有，我今天也得干。这他妈就是个欠干的父母。
住手！魏红，你这个暴力狂，魏爷就是这样教你的吗？兄弟相残，欺压同学，你简直是为家之耻！思思，救我！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锦江集团千金谢思思呀！我的青梅竹马，也是我的未婚妻。不过这个女的同样眼红心下，前世魏胜靠着心声轻松就俘获了她的芳心。前世我为了她蹉跎半生，这一世那儿凉快死美人待着去吧。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贱货！也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你再不住手，我撕给你看！思思，你别冲动！魏红，你快住手，别闹出人命！姜老师，快姜老师！哎，我操！哎，我本来想着今天干你两下就算了，可是他这整的太感人了，那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为你而死的，所以我还真不能停手了。不好意思啊。赶紧死呀！省得在我面前显烂。你之前不这样的，我之前只要自残，我说什么你都会答应我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你不都要死了吗？哪还有这辈子了？你不会不敢死吧？你不会跟我俩专门做样的吧？啊，贱货！魏红，你疯了！住手！快住手！李老师，早上好啊！你太过分了！你怎么敢对同学下这样的狠手？报警！我现在就报警，把你抓进去！不能报警！我已经通知家中长辈来处理。老师，冷静点。啊，对，这是学校丑闻，不能报警，不能报警！快把他送去校医务室处理一下。魏红，今天这事闹得这么大，你会付出代价的。就凭你们记性，还不配让我付出代价。多喊俩人过来。魏红，魏人通知魏伯父、魏伯母了，我爸一会儿也来，你等着吧你。哎呦，凑这么一大帮子窝囊废，那我还真是拭目以待了。小生，你没事吧？天哪，怎么被打成这样啊？妈，谁干的？我没事，我自己摔的。我总不能说是大哥打的我吧？妈会更讨厌他的。畜生，敢动我儿子！我杀魏夫人，想清楚了再打。我这人向来喜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昨天魏董都让我抽了，你不会觉得自己哪特殊？小王八蛋，我是你妈，你连我也想打吗？你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儿子，还自称什么妈呀？你不能只享受当妈的好处，不履行当妈的义务。再说了，3个月之后咱们就断绝关系，别忘了，你旁边那位才是你亲儿子。够了！你们的家事你回家去说。我现在就想知道，我侄子季鹏到底为什么挨打？谁能给我一个解释？皇上，你和思思青梅竹马，你不会疯到连他也一起打了吧？几位，事情的经过啊，都被校史的监控记录下来了。不如咱们先看看监控录像，再决定怎么处理，好不好？哎，你丫不是你东西吗？怎么让人弄？哎，我们怎么听说你爸妈都不要你了？哈哈哈！
了？啊！我告诉你，现在魏家不罩你，在我面前就是个屁！外公，你这是外狂！我爷爷是这样恨你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贱货！也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外公，你疯了吗？快住手！快住手！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畜生，连自己的弟弟都打！你真是一个人渣，该累！校长，我要求立刻开除这个垃圾！早就听说魏家奇葩，爱养子不爱亲儿。杜思慧当众咒骂亲儿，只为了给养子出气，这怕是傻子才做得出的脑残事吧。既然魏夫人这个亲妈都提议让她退学，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我侄子季鹏虽然主动挑衅略有不对，但他也被打了这么多巴掌，他的心里不好受啊，而且这面子上那也接受不了呀。所以只要魏红退学这件事，我们就可以不计较。不错，这几个孩子闹出这么大的阵仗，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否则他们不长记性啊！好，那事情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刘校长，既然3位都发言了，那我这个当事人说2句没问题吧？你想说什么？要说你他妈不要脸，你眼睛瞎呀？你看不见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女儿有半毛钱关系啊？她上来就多管闲事，还自残，这要是死了算谁的呀？赶紧带她去看看脑子吧！你还跟我在这唧唧歪歪的，还让我付出代价！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当年要不是我爷爷提拔你，你他妈就是个要饭的命！当了几年董事长，忘自己几斤几两了。是，若不是魏老爷子扶持，我这辈子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这份恩情，谢某不敢忘。不过，你当着众人的面这么辱骂你的长辈，是不是过分了？过分啊！你真以为爷爷死了没人能治得了你吗？当年那些把柄现在都在我手上，想把你送进去，一句话，对不对？魏红啊，你是不是疯了？你敢打我爸，你信不信我？闭嘴！洪少教训的是我不懂规矩，我向你赔罪。今天这件事，我们不再掺和。爸，凭什么呀？他打了阿少，为什么付出代价？还有，你为什么要给他道歉呀？让他退学啊！闭嘴！洪少，我女儿脑子有点不清醒，我替她给你道歉了。看在咱们2家以往的交情上，这次我就不计较了。但是如果还有下次，你知道后果吧？多谢洪少，这个魏红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这气度之魄力，比起当年的老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魏家人真的是眼王心下，偏爱养子，亲手把这魏家的真容往外推啊！什么情况？一个学生敢煽血统，血统还忍气吞声卑微道歉，我不是在做梦吗？废物，居然被一个学生拿捏！这谢家虽然不掺和，但我们季家可不会就这么算了。你伤我侄子，该怎么算？算你们倒霉！
算你们不长眼，算你们季家人蠢，上杆子给人当枪使，算我好心帮你们教育子孙。不用感谢我，跪下来给我磕仨头就行。你不用感谢我，跪下来给我磕仨头就行。你好家伙，刚骂了谢龙，现在就对峙一下。魏红他疯了吧？我三叔可是江州商会会长，连魏氏集团都要给3分薄面，你怎么敢这么嚣张？敢在季三爷面前耍嘴皮子，不死一刀从皮。好好，魏大少真是好胆色呀！我们季家对你管教我小侄的事，日后定然会好好回报你的，报恩报德。季老三，你们家想对付他，可别找错人。这小畜生昨天在家里揍了老魏，现在我们魏家跟他没什么关系。刚才不还说亲妈呢吗？现在这会儿又没关系了。自己惹下的祸事自己担着，你把小顺打成这样，就算季家不追究这事儿，我也要追究到底。好，既然魏夫人这么明事理，那今天这事儿我就只找他魏红的麻烦，绝不牵扯魏氏集团。王八蛋，让你打我，看你这辈怎么死！你知道我为什么只打了季鹏，没动谢思思吗？为啥？因为你不知死活。因为在我眼里，你们季家比谢家更好欺负。我这人就喜欢挑软柿子捏。怎么了？魏红啊，魏红，我看你是无知呢，我还该说你是愚蠢弱智啊！红少，你可别抬举我了，我家比不上季家。你们季家这些年不就是靠着江州商会会长的位置才能耀武扬威吗？如果这个会长的位置没了，你们季家是个屁！我警告你，你说话注意，你到底想说什么？季家这2天四处奔走，关系都找到上京去，就是想连任江州商会会长的位置。可惜这上面早就内定好了人选，你们季家还在这自以为是，可怜可悲。你知道个屁！就知道在这胡说八道啊！过2天上面就会来人了。如果你们家会长这个位置被拿下来，你说你那些死对头该怎么整你？哎呦，不信啊？你上面不是有人吗？打电话问问呗。打就打。老先生，我是小季，你们季家的事儿，老夫爱莫能助了，你们好自为之吧。他居然知道这些事，这个魏红的关系，我们已经通天了，我们季家惹不起他。红少，对不起，今天的事儿是我这个侄子他自整的。你别跟他计较啊！我代表季家向你道歉了。这就行了？道歉总得有道歉态度。红少，现在赶紧跪下，给红少道歉！就因为别人挑拨2句，你就上赶着给人当枪使？我们季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废物啊！三叔，你让我跪下给他道歉？你冷吗？你现在听懂人话吗？跪下！跪不起！以后做人做事带点脑，也就是我这人心慈手软，
换别人早就给你废了。魏胜呀魏胜，曾几何时，你只要卖惨，牺牲栽赃陷害一下，我就得被家人唾弃、谩骂，就得被无数人针对，就会陷入无止境的内耗和痛苦中。可惜，你的这招对我已经没用。大哥好可怕，2位叔伯都压不住他，妈妈肯定也管不住大哥。以后我还怎么在学校里待下去？我真的不想天天被打，怎么办？我迟早会被打死的。小畜生，你长本事！我告诉你，今天就算谢季两家不追究这事，我也不会就这么算。你今天必须退学。小生这么单纯善良，怎么受得了你的霸凌殴打？刘校长，马上把他开除。杜思慧，你没事吧？人家谢董和季三爷都怂了，我哪里敢开除魏红啊？我不要命了！哎呀，魏夫人，你们是一家人，要不然你们回家商量商量，退学也好，转学也罢，商量好了就行。商量什么？开除，必须马上开除，否则我就找董事会投诉。夫人，您就算投诉，我们也不能随意开除同学呀。不过您是同学的母亲，您可以给其中一个转学、退学或者是休学。有这样的好事，那就让他退学。妈，你不能这么做。大哥是以高考状元的身份才考入江州大学的，他要是退学了可怎么办呢？我求你了，别这样。小胜，你就是太善良了，这件事妈一定要给你做主。妈，我们魏家不需要这种不服管教的小畜生。妈，不行的，大哥要是前程毁了的话，我的良心会不安的。傻孩子，你就是太善良了。这杜思慧没什么大病吧？为了养子，让高考状元的亲儿子退学，哼，老子进水吧！你们俩跟着哭丧的。魏红，你别放肆了！今天你必须退学，马上办手续。魏夫人，我今天既不会退学，也不会付出任何代价，我还得让你儿子魏胜给我去广播站公开道歉，行吗？你在做白日梦呢？你以为你是谁呀？刘校长，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照办吧。我？哼，老子是校长，你一个学生还敢指挥我？魏红同学，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你今天打人，人家不计较就不错了，你怎么还能提出过分的要求呢？啊？你会答应的？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可能知道那件事？他如果说出来，我死定了。刘校长，现在能照办了吧？能。魏夫人，学生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是不可以转学、退学或者休学的。另外，魏胜今天在校挑衅同学在先，引起事端，严重违反了校纪校规，他必须受到处分。什么？你再说一遍！是我？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看来魏红也拿捏了刘校长啊！这魏老爷子到底培养出一个怎样的怪物啊？刘校长，你疯了吗？你应该知道得罪我们魏氏集团的后果。我要你立刻马上收回刚才的混账话，否则我们没完！魏夫人，刚刚的视频你也看到了，确实是他挑拨在先，这件恶性事件他要负全责。我决定给他记大过，而且现在他要去广播室公开道歉，否则马上开除。魏夫人，还不让你宝贝儿子照办？这真要是退学了，你们魏家可就丢大人了。小畜生，他可是你弟弟，你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啊？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我亲妈吗？怎么张口闭口就是要我退学的？你心肠不狠毒，我这不都跟你学的吗？小红，妈就是。为什么会是我？我们一个什么错都没有，为什么要道歉？阿哥难道就非把我的面子踩在地上？这样我还怎么做人？我还不如找个顶楼跳下去算了。小生，你不要害怕，妈妈会保护你的。谢谢妈妈。刘校长，我不同意这个处理方案，你再这样，我可要报警了。随便。魏胜同学挑衅同学，正气血足，要报警处理也是啊。你快跟刘校长说，不要处分小生，不要让他公开道歉，快！说个屁呀！去滚远点去！大哥，你怎么能打亲妈呢？你说我可以，你动妈妈不行。你还是人吗？你居然殴打亲妈，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鬼样子了？你们一群只会道德绑架的废物，明明自己毫无底线，还想绑架我。刘校长，什么事我都可以不知道，但是魏胜的检讨必须深刻。穆少，我一定不会姑息养奸的。哎呀，魏家这是出了真龙了。可惜啊，有些人错拿鱼也当珍珠。不捅真龙，反而去疼一个废物养子，真是个奇葩。我做错了。魏红学长，你给我站住！你找我有事儿？这不是我资助的平棍生夏沫吗？以前他对我很尊敬，但自从魏胜成了养子以后，用心声挑拨几句，他就以为我看上他了。对我没一点好脸色。最关键的是，每次我和魏胜起冲突，他都正义凛然地站在魏胜那边指责我，跟我讲大道理。这女的脑子有大病。小胜哥哥是孤儿已经很可怜了，可你呢？你还殴打他、欺负他，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重点是你竟然让他在广播室公开给你道歉。然后呢？然后，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良的好人，没想到你和那些有钱人一样。都是个为富不仁的混蛋！你现在最好立刻马上跟我去和小生哥哥道歉。是不是吃太撑了呀？吃太撑就去操场跑两圈，少在我这双膝盖上。怎么回事？魏红学长明明做错事儿，我这么指责他是为了他好。如果是以前，他肯定会羞愧难当去给小生哥哥道歉的。看来学长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得拯救他。学长，你怎么自己做错了事情还这么理直气壮？你难道就没有半点羞耻心吗？傻逼！你说什么？你下来！你知道事情真相是什么吗？就在这跟我装正义使者，脑子有病就去看医生去，去滚远点去！魏红学长以前对我又温柔又偏爱，怎么这次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不管！你今天必须跟我去和小生哥哥道歉，否则这件事没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跟谢思思一样，脑子有病。谁在乎他原不原谅？哎，你说这帮人怎么都这么自以为是呢？少爷，我让人把他拉走。不用，从他身上撵回去。魏鹏，你太过分了！我要跟你一打两顿。停车！你要跟我断绝关系是吧？好啊。那你说说你想怎么断？反正我就是要断，除非你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像你这种人渣，我绝对不会再和你来往的。跟你说话我都觉得恶心。说的好，说的真他妈好。你从上初中开始接受我们魏家的帮扶，1个月2000块钱，持续了3年。到了高中，我给你1对1进行帮扶，每个月5000块钱，持续到了现在。
你妈医药费花了我50多万，再加上我给你的信用卡副卡，供着你的日常花销，你还养着你的赌鬼老爹、药祖老弟，这些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你身上穿的、平时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我花的钱？你想断绝关系？行啊，还钱呀！我好心好意把你拉出泥潭，可你呢？忘恩负义假清高，拿着我的钱去供养你一大家子吸血鬼，还口口声声在我面前喊着仁义道德，想跟我装圣母小白花人设是吧？我没有，没有，这100多万老子就是去养群小猫小狗，他们都知道对我摇尾乞怜，而不会反过来咬我一口。我听说你对你魏胜哥挺维护的是吧？他怎么不给你打闲话呢？是舍不得吗？我跟小胜哥哥就是纯洁的兄妹关系，我只是不想让你和小胜哥哥的关系破裂而已。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你就是掉钱眼里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这么市侩呢？对，你最清高，你最纯情了呀！从今天开始，你的副卡我给你停掉，每个月助学金中断，你们一大家子花销的账单也会记上来。你不是想一刀两断吗？那就断得干净一点，我成全你。默默，你刚才去哪了？事情办完了吗？你是不是偷偷去见魏红学长了？哇，真羡慕你，可以和魏红学长走得那么近，他可是我们心目中的男神呢。什么男神？不过就是个仗势欺人的混蛋。默默，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今天有事先回家了，你们也散了。别呀，咱们不是说好一起去吃那家网红冰淇淋吗？是啊，默默没有你买单，就我们的生活费可吃不起这么高档的冰淇淋啊！就是，你可不许抛下我们。哎呀，那行吧，那我就先请你们吃冰淇淋，再带你们吃点好的。好，走，太好了。默默，你可真阔气啊！听说你拿着魏少的副卡，他是不是在追求你啊？谁要他的追求？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哥都一个样，我才不会喜欢他。哇，默默，你也太有风骨了吧！全校女生都喜欢的男神，你都不屑一顾，也太厉害了！魏少不会是在舔你吧？天哪，这些甜品也太贵了，一份小料就要70、80，要不我们换个便宜点的店吧？不用，既然要吃，咱就得吃好的。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千万别跟我客气。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呢，对钱向来没什么概念。耶，好默默，太好了，太好了，默默，我要这个，哎，我要那个，我要那个，你快点啊！好。谢谢，一共1500，请问支付宝还是微信啊？刷卡。好的。女士，您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请问是要再换张卡吗？或者微信支付也可以的。冻结啊？怎么可能？从现在开始，你的副卡我给你停掉。你不是要一刀两断吗？那就断得干净一点，我成全你。怎么会？难道他真的停了我的卡？没有他的副卡，我去哪找1000多来付款啊？默默，怎么回事？卡刷不了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啊，那个，我微信没有零钱了，这些能退吗？这我都做好了，怎么会啊？你先帮我付一下吧，我过两天就还你，我这卡出问题了。啊，我没有，生活费早都花完了。我也没有，你别看我们。喂，死丫头，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赶快回家做饭？你是不是想饿死我和你弟弟啊？还有你妈的医药费怎么停了？还不赶快交上？难道你想眼睁睁的看她去死吗？她不是白富美吗？
不是魏大少的白月光吗？怎么连1000块钱的账单都付不起？而且他妈好像还重病住院。一点教养都没有，进来也不知道问个人，哑巴了？你们是人吗？连畜生都知道对自己孩子好点，你们呢？连畜生都不如，放了亲儿子不疼，去疼一个养子，自有病！你这，哎呀！大哥，你要是不喜欢我待在家里的话，我可以走的。但是你不能对爸妈这么不尊重。这有你个养子是不是？大哥好凶啊！万一他在家里也对我动手怎么办？我不会半夜被他推下楼吧？小红，你也真是的，别天天气你爸。咱们一家人还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来，多喝点汤，这是我特意吩咐王妈熬的清火汤。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小红啊，你爷爷之前是不是给你留了些什么东西啊？我爷爷留什么你不知道啊？当初他老爷子死的时候，你不是恨不得刨第3指吗？哎呀，我说的不是房产和那个股份这些东西，我说的是你爷爷有没有给你留一些情报网、人脉以及各家的把柄之类的东西啊？老头子肯定把很多外人不知道的情报给了这个小畜生，否则今天在学校他不可能3言2语就能拿捏刘校长的儿子。哎呀，小红啊，你现在还小，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危险，你也不知道现在背后有多少人想着要弄死你了。你把这些东西交出来给我们，你不就安全了吗？是啊，我们当爸妈的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呢？你把情报网交出来，把你知道的一切信息都交代清楚，以后就老老实实读书就好。还有什么情报网？那些都是前世的新闻罢了。当然，先知先觉也是我的巨大优势。你们夫妻俩呀，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我多说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吧，我们魏氏集团正在跟谢家推进一个大项目，可是那个姓谢的他是分文不让，要你把那些黑料给我拿出来，我一定让那个姓谢的狠狠地出一笔血不可。你想什么呢？我就算是要做，也是把你的黑料给泄出去。我怎么可能帮你对付他呢？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畜生，你脑子进水了吗？大哥，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爸妈呢？魏氏集团是咱们一家人的心血，你不能这么过分的。外人？我看你他妈才是外人！我再提醒你一次，这魏氏集团是我爷爷的心血，不是你那个死鬼老爹的。别以为改个姓就能鸠占鹊巢了，要是想不劳而获，就滚回去啊！滚回去继承你亲爹那点锅碗瓢盆去！畜生，彻头彻尾的小畜生！你怎么了？妈，你没事吧？是不是头疼病又犯了？医生，医生快进来！杜思慧以前就有偏头痛，我为了给她调养身子，
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拜了名师，学会了中医针灸手法。经过我的细心调养，杜思慧的病基本全好了。可惜好日子过得太久了，他早就已经忘了我的付出，现在旧病复发，也该让他尝点苦头。医生，医生，快点啊！夫人这是因情绪激动引起了血压骤升，从而导致了头疼症状，吃半片降压药就好了。另外，头疼呢再吃点布洛芬，实在不放心可以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天哪，这大哥竟然把妈妈都气出头疼病了，这也太不孝了吧！小少爷，你不知道别乱说。夫人头疼症已有10多年病史，一直伴随着剧痛、失眠，甚至偶尔还有抽搐、呕吐现象。以前啊，受过不少的折磨，并不是这次才气出来的。对对对，他以前去过好多大医院检查都没有用，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他突然就好了。是大少爷用针灸调理好的，我记得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吧。妈，我这次去血神一家跪了3天3夜，他终于把鬼门13针交给我了。以后我帮您调理，很快您就会好了。小红，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样妈心疼。没关系，妈，只要您能好，我怎么样都行。小红，妈的头疼病好了，真的好了。以前小红好像为我做了很多事，可是自从小生进了家门，我就对小红非打即骂。难道我真的错把榆木当珍珠，爱错了儿子？洪少，要不你来试试吧？你给夫人用针灸加上按摩，应该是很快就能缓解了。不得了吧？还是给魏夫人赶紧送去医院去吧。这魏家又不是出不起医药费，这况且人家宝贝杨子还在旁边呢，哪轮着我呀？你是个小畜生，她可是你亲妈呀！你能眼睁睁看着她在这遭罪吗？你就不怕遭雷劈吗？你的良心啊！良心几个钱呢？还想让我免费给你们当牛做马呀？想屁吃！你是个不孝子！哎呦，又是不孝子！不是不孝子就是小畜生，能不能有点心彩啊？我这都听腻了。爸，你别和大哥吵，你要是病倒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好，还好有你这个好儿子。这要是换上某人，那能活活把我给气死！死呀，赶紧死呀！死了我好给你订头颅、订专车呀！哎呀，气死我了！小红，妈。小红第一次看到我头痛犯病，又是心疼又是忙上忙下，比起魏胜不知强了多少。这家伙从来只会动嘴，连杯水都不会倒。我怎么会鬼迷心窍，认为这种人会比亲儿子强呢？妈，你怎么样啊？我要不把你送医院，我让司机备车。不用，老毛病了，吃颗布洛芬休息休息就好了。妈，我来帮你按按。看到妈妈这么难受，我好心痛。可惜我不懂针灸，我可真笨。大哥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妈妈遭罪了。不行，我待会儿就去多找点医书看看。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帮妈妈好受一点。果然还是小盛懂事。他虽然粗心大意，但心是不错的。哪像魏后因点小事就斤斤计较，想要和亲生父母决裂，不孝子啊！
4年前我头痛病最严重的时候，和现在一样，整夜睡不着，是魏红焦急心疼，熬夜针灸按摩，我才逐渐完结的。这么好的儿子，我怎么会对他这么刻薄，对他那么狠毒呢？不行，我得找小红说清楚，这些天是我对不起他，我以后不会再偏心小事了，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小红是个好孩子，他不会不管亲妈的，不会的。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大不了主动给他递个台阶就好。等误会解除了，我一定10倍、100倍的补偿他。夫人，止步！少爷不喜欢有外人打扰他休息。外人，让魏红出来一下，就说我难受。少爷交代过，任何人都不许打扰他休息，尤其是夫人你，他特意交代过，有病就去医院，死了也别来烦。少爷，公叔让我们2个在学校内负责你的安全。好，辛苦你们了，走，先去吃午饭吧。随便吃点，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公署那边吃。这晦气啊！这出门忘看皇帝。默默，你看，那不是魏红学长吗？听说你们的关系不错，而且还是他一直爱而不得的白月光，他是不是找你来了？快过去啊！别这么说，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这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他不是还给了你张副卡吗？哎呀，你还不知道吧？红少早就给他停卡了。昨天默默请客，丢了他好大的人呢，还白月光呢，丢不丢人？魏红，都怪你，停了副卡，让我在同学面前丢人现眼，还停了资助，现在我爸天天打我，这都是你害的。要不是因为你，我哪需要做这种低贱的工作？哎，你们别这么说，我看呀，就是魏红学长想逼默默做他女朋友，默默没答应，所以他才停了卡。那他这不是屁颠儿屁颠儿的又回来主动求和了？也有这种可能。默默，你只要服个软，学长还是会继续宠你的。行了，人家默默这么漂亮，再怎么样也不是能听你们随意编排的。割个手指，魏红学长门都没。默默，要我说呀，像这种男人就不能惯着，你一定不能主动认错，一定呀要让他多哄哄才行。想让我向金田低头，门儿都没有。某些人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侮辱别人，我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的太好了。对呀，你这精神病，这食堂吃饭的地方，他跟这唱戏的，不用搭理他，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们办正事。这女的有病了呢！不是在我面前擦桌子收拾餐具，就是扫地拖地的，这是要装贫困却又努力上进的好女孩。魏红，后悔了吧？意识到我是怎么样一个好女孩了吧？只可惜，就算你现在求我，我也不会那么快原谅你的。少爷，要不要替他离开？这种人你不能搭理他，你越搭理他，他内心戏越多，他搞不好啊，等会还得给你演一出苦情戏，暗示我强抢民女呢。太恶心了，吃不下，走吧。就知道你会憋不住想求饶，不过我可不是这么好哄，不跟小顺哥哥道歉，
这件事没完，就是要让你难受，让你爱而不得，让你抓心挠肝以做惩罚。哎呦喂，到底是谁说他是洪少的白月光呢？人家洪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吧？合着在这自作多情呢？魏红学长，你这么欺负人，你有意思吗？你没看到我们默默都哭了吗？你谁呀？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有钱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像我们默默这么善良、可爱、单纯的小仙女，都是大家捧在手心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她？就是啊，那我都哭了，多可怜呐！要我肯定不会让美女哭的。我来吃个饭而已，你们怎么那么多戏啊？你不就是威胁默默，想让她当你女朋友，你才中断资助的吗？好了，她现在在你的面前了，你又玩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可真叫人恶心。默默，我们走，别理这种人渣，他不过就是想玩这些冷暴力的把戏，别让这种人渣得逞。走，放心吧，慧慧，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这年头，精神病都扎堆啊！后院，谁让你得罪了魏少？人家现在停了资助啊！你是要逼死老子吗？啊！哭，就知道哭！得罪了魏少，不主动认错啊，有脑子没有？我不去，凭什么我去道歉？明明是他先做错了事儿，难道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蠢货！你不道歉，你妈妈的医药费怎么办啊？咱们家的外债怎么办？你弟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你是要眼睁睁的逼死我们吗？今天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必须求得魏少的原谅，否则我就没你这个女儿。默默，你千万不能屈服，猜你爸就是这种富二代叫过来逼你的啊！咱们可以上火，咱们可以募捐，一定会有方法。没用的，我妈妈的医疗费一个月10几万，募捐和求助都没有用的。这就是你的手段是吗？好，你赢了。魏少，哎，您在呢？你们一家什么毛病啊？我就来吃个饭，跟你有屁关系？滚！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们这群有钱人就是这么玩弄人心的吗？好，我认输。我答应做你女朋友，行了吧？现在可以资助我了吗？可以把卡恢复了吗？魏红，你用这种手段逼默默成为你的女朋友，我可真看不起你。这什么人呢？我操！等会儿，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让你当我女朋友？你能别在这自作多情？魏红，你非要这么折磨我吗？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资助我的学习，负担我妈的医药费，可现在呢，你一个不高兴你就暂停我的资助，你是要逼死我吗？魏红，谁不知道这些年来一直是你在资助默默，你现在说中断就中断，他不仅吃饭成了问题，他连母亲的医药费都没有办法了，你还给不给人留活路啊？你既然知道是我一直资助他，那你应该清楚，这钱是我的。怎么，我帮人帮出错了是吧？现在我不想资助了，你们要到我兜里来抢啊！你中断资助，不就是想逼默默成你的女朋友吗？像你这种龌龊的手段，人尽皆知。呸！我强迫他好好照着镜子吧，就他没钱没后，整天哭丧着脸，看着就让人倒胃口。我要是想找女人，女明星、女网红，我随便挑，他排得上号吗？魏少，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个小丫头，她今天脑子她进水了，你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滚，
不是，咱有话好好说。我现在就收拾他啊，把他收拾的服服帖帖的。你让他东，他绝对不敢往西。我让你得罪魏少啊！我让你不带脑子，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东西啊？魏少，您再帮忙，我老婆那边真的是不太妙，快不行了，你再发慈悲，救救她好不好？救他，还是救你呢？这些年你们一大家子靠着我资助，过挺滋润。你更是在外面欠下不少赌债吧？怎么着？这是准备要让我养一辈子呀？魏少，您误会了，我们魏少。这家伙不是喜欢装浪好人吗？这么好的机会，不去演一波情深似海？宿主不准备去救人吗？夏沫遭受霸凌，气运掉得很快，这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损失。为什么要救？当他跌入泥潭再去救，他的好感度会更高，汲取气运的速度才能更快，不是吗？上一世，魏胜主动透露他能向人传送心声，看来他绑定了一个系统，而且除了输送心声之外，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汲取别人的气运。从魏胜的心声分析，某人越遭遇重大事件打击，气运就会掉得厉害。某人对魏胜的好感度越高，系统汲取气运的速度越快。比如夏沫，我只要在他对魏胜的好感度刷满之前，把他的气运打压崩溃，魏胜不就汲取不到任何气运了吗？甚至还有可能被气运反噬。走，去找公主。公主，地下赌场有认识的人吗？当然。城中村有一个叫夏东风的家伙，想办法让他欠一屁股债。另外，再找一个专业一点私家侦探，盯紧魏家人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那个叫魏胜的。明白。少爷，您这么做是真打算要跟魏家人彻底决裂了？魏家人眼盲心瞎，我早就不想跟这帮人有半点关系了。魏胜有一种能让别人听见自己心声的手段，魏家人上上下下早就已经被他笼络得服服帖帖的了。如果你有一天听见他的心声挑拨，切记不能相信。心声？就他那点小手段，还忽悠不了我。少爷，要不干脆做了他。不用，就他那点小手段，留着反而有大用。少爷这气魄，这胸襟，已经有了老爷子几分味道了。少爷长大了。公主，既然3个月之后我要跟魏家断绝关系，我当然是要暗中积蓄力量，否则3个月之后不一定能逃出他手掌心啊。这魏家良还是有点手段的。少爷，那您要我做点什么？您这样吧，您准备3个亿资金借给我，半个月之内赚到的钱，咱们一人一半。这3个亿听上去可不算少，但实际上就这点钱，不管入驻哪个行业，都掀起不了什么风浪。一般行业肯定是不行，赚点外快还是可以的。前世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件事，操作得当的话，3个人最少能撬动2人。2天后，腾盛药业的掌权人将会意外死亡，腾盛药业的股票将会疯狂跌。您在第3天时候买入，第12天时候全部抛出了就好。你说腾盛药业的掌权人会死？这不大可能吧？况且如果他真的死了，腾盛药业可就完了，
还有抄底的必要吗？公叔，您就按我说的办就行。这另外，您再帮我找2个搏击教练吧，我这小身板也该练练了。这毕竟暗箭难防啊。明白。大小姐，老爷让你尽快把几份投资计划书赶出来急用，他明天在集团早会上要看到。我知道，你明天把我东西搬到江宁小区大平层里，以后我懒得回来，免得被气死。大小姐，其实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大少爷这些年也受了太多的委屈，才憋不住爆发的，你们多包容包容就。包容他连亲爹都敢打，那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我这个大姐还要跪下来去讨好他呀？可是以往都是大少爷保护你们。大姐，这都这么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份计划书我帮你看。早点休息。魏红，你计划书看完了吗？姐，这几份计划书我都看过了，这其他都有问题，但是这几份我修改好了，保证没问题，肯定挣钱。魏红不愧是被老爷子教出来的，他看上的项目每一个都让集团赚得盆满钵满。不光有能力又怎样，在我面前还不是跟舔狗一样？我一句话就让他替我通宵干活，一辈子都是打工在面，真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他忤逆父母那就是他的不对。不过看在他这么多年讨好的份上，我可以给他个机会。你把这几份急用的计划书给他送过去，让他今晚抓紧时间赶出来。如果表现好的话，明天可以帮他在爸面前美颜几天。是。给魏红这个废物项目计划书，那是给他历练的机会。如果他能拿下这几个项目，也不是不能原谅他。毕竟嘛，这是有血缘的亲弟弟，就当可怜可怜他喽。怎么回事？你不让你给他吗？大小姐，大少爷说让你滚远点儿，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去恶心他。什么？我给他机会历练，这是他的荣幸。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接触这种公司机密都没这个机会吗？他敢这么说，真是忘恩负义。大少爷还说，你要是没本事做完总裁的这个位置，就自己辞职。他这些年已经帮得够多的了，还说别天天臭不要脸的存进吃。难道你想一辈子靠别人吃饭吗？王八蛋，他真这么说？真以为这个世界离了他这个地球就不转了是吧？我可是堂堂哈佛金融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难道还玩不转这几个小小的项目书？出去！是。恒盛药业提出10亿元的投资计划，准备更新一批新的设备。恒盛药业董事长是李腾是吧？他可是国内医疗圈顶尖的大人物，这投资稳赚呀！总裁，您批准的投资计划已经完成了，其中腾盛药业我们投资了10个亿，合同也已经签署了。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今年将会有不少收益。总裁，不好了，腾盛药业出事了。
什么？昨晚凌晨4点，腾盛药业董事长李腾在酒店跳楼身亡。早上10点消息传开后，腾盛药业的股票跌停。我们投资的10个亿都打过去了吗？还没，不过合同上约定哪一方先毁约，将要承担3倍的违约金。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腾盛药业的股份，想不打钱过去都不行。真是晦气！就腾盛药业这个情况，再来几个跌停，我投资的10个亿就全都打水漂了。总裁，小道消息，李董事长现任夫人陆熙来女士准备接任董事长，并稳定集团局势。她是清北大学金融系的高材生，业内对她的评价非常好，咱们的投资未必会亏损。这是好消息，如果消息为真，我这笔投资不仅不会亏，反而能趁着股民们心慌意乱之际抄底，狠狠大赚一笔。马上去做一份陆熙来的详细调查报告，同时拟定一份腾盛集团追加投资、抄底股价的可行性报告。半个小时后，董事会上我留意。是。魏红，别以为没了你我就不行，别人恐惧我贪婪，这一次就要彻底证明自己的实力，狠狠打对。李腾确定已经自杀，目前腾势药业的股份暴跌，咱们是否及时下场？洪少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他到底是怎么预测到李腾会死的？总之，这么多年老爷子对他精心的培养，总算是功夫没有白费。一切按照洪少的计划办，只吞3个亿，不能画蛇添足。是。爸，我确实投资了腾盛药业，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他的遗孀陆熙来是个能人，根据可靠消息，他马上就能担任董事长之位，并进行整顿，股价会回升。我们现在抄底，反而能大赚一笔。好，你要是有计划就去执行，爸相信你。这2个草逼，投资股市靠小道消息，最后被别人卖了，还得帮别人数钱呢。你笑什么？集团这么大生意，你懂吗？天天阴阳怪气的笑个屁！你怎么跟你弟弟说话的？一家人不要动不动就冷嘲热讽。你是长姐，又有长姐的样子，要学会乖弟弟。行了吧，魏夫人，不就是最近偏头痛发作，悬疑问药无果，想让我帮你针灸吗？少在这跟我装母慈子孝了。晚了，迟来真情比草都强点。还有你啊，一个草包在我面前装什么投资天才啊？我等着你赔的底儿掉那天，我给你在家门口放鞭炮去。你这不孝子！领导，现在就给你批20亿的资金，你一定要给我大赚一笔，给我狠狠打打这个小畜生的脸！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已经下场抄底？按理说股价应该会暴涨，怎么这几天腾盛集团的股价接连跌停？我们这家的资金都快跌没了！你们是怎么做事的？投资部提出的可行性报告呢？陆熙来女士刚刚通过董事会的决议，成功担任腾盛药业的董事长，可惜对市场刺激效果非常微弱。另外，还有传闻说腾盛药业有偷税漏税、虚报假账、药品质量不过关等问题，所以目前很多中小股东都在抛售。这腾盛药业就是一个烂摊子，难怪前任董事长李腾要跳楼自杀。投资部那边有什么建议？投资部说，目前我们前后已经投入30亿的资金，亏损近50%，而且看不到任何翻盘的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割肉，尽量降低损失。难道没有魏红替我做项目评估，就真的玩不转这资本市场？不会，不会的，小小的亏损而已，纯属意外，我肯定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四爷，你说这次能坑到魏氏集团吗？如果魏老爷子还在，我可不敢对魏氏下手。不过现在的董事长魏家良和总裁魏琳琅都是草，消息已经放出去了，以这两个草包的智商，肯定会割肉的。哦，对了，我们在做局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伙人也在抄底，他们行事隐秘谨慎，只吃了3个亿左右的股份，最后追查下来，好像是徐茂公的人。是他，我记得他是魏家大少魏红的人。这个魏红有点意思，不过3亿嘛，也不算多，你就随他去吧。这2天呢，你就盯着点股市，一旦魏家割肉放血了一场，你就把新药研制成功的消息放出去，这样才好玩。明白。今天的会议呢，主要是为了前段时间咱们公司的执行总裁魏琳琅在腾盛药业的投资案当中执行出现了错误，对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事。前后多用32亿流动资金，最后亏损18.6亿。我们股东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一个项目亏损将近20亿，那多做几个项目，我们岂不是10几年都得白干？没这个能力就别坐这个位置，还投资天才，我呸！对不起，各位叔伯。这次投资纯属意外，谁也没想到刚刚签署投资合同，李腾就会跳楼身亡。董事长、总裁，快看新闻，腾盛药业的股票涨停了。在这里宣布，我们的新药正式研制成功。陆西来早上召集的记者招待会，对外界公布腾盛药业新研发了一款肝炎类的口服药剂，消息一经公开，腾盛药业的股份不到10分钟立马涨停。专家预计，腾盛药业最少还能再吃10个涨停。我们刚刚投资腾盛药业，李腾他就跳楼自杀了。哦，咱们刚割肉放血，他们腾盛药业就宣布新药上市，拉高股价。这正常吗？谁呀？谁在设这个骗局？谁在坑害魏氏集团？还有你啊，一个草包在我面前装什么投资天才啊！我等着你赔的底儿掉那天，我给你在家门口放鞭炮庆祝。啊、难道那个时候魏红就猜到腾盛药业有问题？凭什么2、3年来魏红评估过的项目无一亏空，就只做了这么一次就被坑得头破血？凭什么？魏总，情况不对劲儿啊！这次亏损事项被人针对是真的，咱们可不能不管啊！没错，必须把这个人交出来，不然啊，别人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我先打个电话。哎，啊，知道了。社区的人找着了，是咱们省城的霍家老四霍英豪。哎呀，这是猛龙过江呀！这次亏损事情被人看扁是真的，霍英豪摆明了针对咱们，这次麻烦大了。董事长、总裁，说，刚刚收到霍家霍英豪的邀请，邀请董事长全家参加今晚的晚宴，据说整个江州的豪门都在。真没想到霍英豪会单独给我发一份请柬。
有点意思。你与魏家闹翻的消息，早已在江州的各个角落都传遍了。这个霍英豪要想在江州扎下根，他一定是早早打探好了消息。他之所以会给魏家发一份，又给我单独发了一份，应该是之前做局腾盛药业股份的时候，被发现了一些出手痕迹。我的人做事一向很谨慎，可即使如此，他还是能够找到痕迹。说明这个霍英豪还真是有点不简单。这也是我愿意赴院的原因啊！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江州市，竟然有猛龙过江，多有意思呀！小红，小红，你果然在这儿，怎么不等等我们啊？我还给你定制了一套高定的礼服呢。哎呦，这孩子不要喝太多了，伤胃。哎，魏大少不是和家人闹翻了吗？这魏夫人怎么态度这么好？奇怪，以前也没见她这么心疼过儿子。没事的，没事的，只要小红肯原谅我，我一定努力当一个好母亲。这哪儿来的蚊子呀，在这嗡嗡叫的烦人。夫人，我家少爷喜欢亲近，请吧。大哥不能这样，就算一家人有矛盾，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闹。这样一来，咱们还不就成为上流圈子的笑料了？小畜生，你怎么跟亲妈说话？你心里有8里皮！小畜生，你怎么跟亲妈说话的？你心里有8里的皮！这么高端的场所，还有人把狗带进来的？不要冲动，你们是亲姐弟，在这闹只会被外人们笑话。他都不在意外人怎么看，我又怕什么？我可不管他们臭。你不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就别蹭我们魏家的情片，硬挤进这个不属于你的圈子。你们魏家算什么东西？琳琅姐骂得好，除了魏家，你算什么东西？竟然连亲妈亲姐的面子都不给。人家眼光高着呢，根本瞧不上我们这圈子，所以啊，咱们少招惹为妙。魏红，滚出去，这不欢迎你。魏红。是我亲自请的贵客，是谁想让阿？欢迎莅临寒舍，大家都随意点，不要跟我客气。何老弟呀，好久不见，还是那么厉害。让我佩服呀！哪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情谊，以后更要好好往来，你说对吧？哼，小郑，琳琅，上来给你这个霍叔叔问个好啊！霍叔叔好。不是听说魏老爷子只有一个孙子，怎么又冒出？魏红少爷在哪儿？不会真被某些不长眼的东西赶出去？霍四爷，久仰了。不错，不愧是魏老爷子亲自培养接班人。恐怕各位还不知道吧？腾盛药业最近出了一些不小的动作，魏氏集团投资32亿，最终以亏损16.8亿割肉离场。但是魏红以3亿抄底，又在最高点抛售，净挣9.2亿，短短9天呐，纯利润竟高达326%，厉害！真是富深可畏。
魏氏集团在腾盛股价波动期间都吃了大亏，这魏红竟然能抄底成功啊！在最低价抄底，在最高价套现，不愧是魏老爷子亲自培养的接班人。四爷，您这就不厚道了。我就是赚点零花钱，你就把我扒得一干二净。这以后大家把我捧杀了，可怎么办呢？你呀，可不是那种草包。有空多多合作，一定会有机会。前世霍英豪拿下了江州高新区的开发项目，那可是上千亿元大工程，我是肯定要插上一脚的。魏大少真是年少有为啊！以后这天下可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了啊！贤侄，以后有好的投资，也带上我们一起。叔伯手里还是有几个闲钱的。对。天哪，大哥不会是早就和霍先生勾结在一起，趁机坑了魏氏吧？不然怎么会这么巧，一下赚了这么多钱？小畜生！小畜生！魏董，怎么这么大脾气？难道是我招待不周了？吴老弟，我还以为你跟这个小畜生能够有多大的本事，没想到你们里应外合。霍英豪，我提醒你，像这种连自己亲爹亲妈都出卖的人，你小心他转头把你也给出卖喽！腾盛药业这件事儿，难不成是魏红做了内鬼，出卖了自己的亲爹亲妈？我不过就是和魏红拉拉家常，你们就说别人是内鬼，怎么？你输不起？哼，我输不起。这个逆子成天嚷着要跟我断绝关系，转头就砸几个亿重仓抄底腾盛。如果跟你没有关联的话，他是怎么做到那么精准抄底的？投资失利，那是你无能没本事。洪少赚钱，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遇到点事就污蔑就甩锅，你有什么资格当父亲？公主，咱们把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啊！你好歹也是我们魏氏集团的大，谁能保证你没有掺和其中，然后吃里扒外呢？魏红，魏红，等你坐实内鬼的身份，看谁敢跟你合作，等死吧你！公主，既然有些人非要给自己无能找借口，咱们就别搭理了。这万一待会儿想不开，一头撞死在地上，那孤儿寡母以后可怎么办呢？你小畜生，你还敢嘴硬啊？要不是你泄露了公司的机密，那么这么多巧合，你怎么解释？我跟你解释什么呀？是我花钱让你投资的吗？还是我逼着你投资腾盛药业的？还是说我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让你割肉离场的呀？这如果我要是内鬼，我会让魏家集团亏损区区几十个亿，看不起谁呢？还有你这个宝贝女儿，这些年接手的项目近百，全都搞得一团糟，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给他的每一份项目做了项目评估报告，这些项目全部盈利，无一例外。现在我懒得管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是他自己无能，是他废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记得几年前魏琳琅刚入集团，对接的业务都是错漏百出，
哎，后来这投资他就慢慢的全成功了。我以为是他长大了，没想到啊，在他背后操刀的原来是魏大少。难怪一旁赚钱一旁亏钱，合着都是人家魏大少自己的本事呗。不愧是魏老爷子亲自培养的接班人，厉害厉害！魏总要吐血了，吐血了！诸位，借此机会，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20岁生日之后，我跟他魏家良断绝父子关系，并且我不打算继承魏氏集团。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呀！魏大少竟然不想继承集团的，他疯了吗？哎，这不明摆着吗？他想白手起家，果然有魄力。哟！一个口口声声说要跟我断绝关系，逢人就讲不想继承魏氏集团，那你要是真有这个魄力，把你的股份让出来，转给小生呢？没有这个本事，就不要到处吹牛，因为我听着恶心。凭什么呀？那是我爷爷留给我的股份，凭什么给他一个养子呀？你脑子有病，我脑子可没有。就算这钱我拿给国家做投资、做慈善，我都不可能让他占到1分钱便宜。你就别在这奏报了。爸，大哥，你们别吵了。爸，能进入到魏家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我不要股份。你。我说没说过？你敢叫我大哥，我听见一次打你一次。大哥怎么这样？我只是想要他和爸爸和好，他怎么就打我？你真是个畜生！到现在了，还敢打你的弟弟！如今你是魏氏集团掌权人。你想拿到这个股份，没那么容易。好啊，那咱们就拭目以待。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狗脑子能想出什么手段来。这个意思，这魏董是不是有病啊？哎，这个魏胜难道是他的私生子啊？有可能。正常人谁会放着自己优秀的亲儿子不认，反而去宠一个废物养子？哦，难怪魏大少跟这个家断绝关系呢。就这种家人，哎，换了我也断亲。年轻人这么冲动不好吧？我这个人不喜欢受气，也不想跟这些废物去一尾蛇。好，不过他们现在把你划入的阵，贤侄不会介意吧？这不就是你希望看见的？想看见我们父子两个反目成仇，你轻而易举就可以把江州商圈分为2个阵营，这样您这个过江猛龙才能有利可图啊！你倒是看得明白，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有钱，大家一起挣，会有机会的。对。魏家良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阴谋手段层出不穷。你自己小心一点，你们父子俩闹翻了，他怕是1分股权都不会让你。四爷，您把这事想得太复杂了。这如果魏家哪天破产了，这点股权拿与不拿也无所谓啊。那个霍先生，大哥，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我想找下洗手间而已。哎，
该不该告诉霍先生，大哥和霸闹番是故意演的戏呢？算了算了，我说了他也不会信，还是别多管闲事了。又是熟悉的配方，又是熟悉的味道。假设我跟霍英豪真的谈妥了合作，这一句心声就足以毁掉一切。不过你既然这么喜欢玩，那我也和你玩玩。来，咱们继续聊。四爷，您现在知道我在家里是什么处境了吧？新生这玩意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一句心声就可以悄无声息的陷害，一句心声就可以让旁人深信不疑。四爷，您要猛龙过江，这魏家才是您最大的责任。查一查魏胜，我要他的详细资料，越详细越好。另外，买通魏家的保姆和佣人，我要知道魏胜到了魏家之后具体做了什么。是。从今天开始，给我严查公司内部的中高层，凡是感觉有可能投入到魏魂手下的，全都给我开除。可是那些人都是跟着爷爷打江山的元老。傻丫头，这正是那老东西留给这小畜生的班底。只要把这些人给我清除了，哼，我就有100个办法让这小畜生一丁点股份都拿不到。爸，真的要这样吗？他的投资天赋确实挺好，就这样跟他彻底决裂，是不是有点不划算？不如这样，我去好好劝劝他，让他跟你好好道个歉。行，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儿子确实也优秀，只要他愿意道歉，并且承诺拿出15%的股份转给小盛的话，我收回我今天说的话。否则，我会好好劝劝他。魏红，你昨天确实有点太过分，你去跟爸道个歉，不然以后后悔。后悔？一个只会内斗的废物有什么资格让我后悔？我就是想把我的股份抵押出去，然后再以肮脏手段侵蚀。你知道就好，这个家始终是爸当家所主，别再执迷不悟。那我就想看看他准备怎么玩，大不了咱们就一拍两散，一起把魏氏集团玩破产。我倒是受得了，不过你们和你们那个宝贝养子能不能受得了，我就不知道了。少爷，那个魏凌阳把老爷子留给你的班底的全部人马都被开除了，看来这帮人是要对你下黑手了。那些元老涉及公司的财务、项目、法务各个重要部门，那俩草包真敢给人开了。这看来不用我出手，魏氏集团马上就得黄了。少爷，你真的就一点不担心那些人要对你下黑手？公叔啊，其实我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继承魏氏集团。虽然那是老爷子打下来的天下，但是10几年下来，早就已经腐败不堪，内部沟壑太多，我可不想天天把精力都浪费在跟董事会扯皮上。少爷，那您接下来准备？你这段时间去一趟港城，注册一个跨国企业，到时候把那些班底的人都招回来，正好省下咱们自己去招人的麻烦。这集团的名字就叫鸿盛，注册资金
100亿美金，100亿美金！少爷，您哪来那么多钱呢？现在没有，到时候会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在霍家宴会的刺激下，魏胜哪家伙应该忍不住要向魏家展示自己的投资天赋，而展现这种天赋最好的场合就是股票市场。拥有系统的魏胜多半会汲取周边人的气运，再利用这种气运来炒股来赚钱，把自己包装成投资天才。前世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大牛市的顶峰，很多股民都喊着破5000点、破8000点，可大家都不知道，一场波及全球金融的市场风暴也马上就要来。姐，你怎么了？集团亏损接近20个亿，我这总裁2点引就辞职了。辞职？姐，你别灰心啊，我有办法帮你扭转局面。小盛，你就是一个学生，你能有什么办法？姐，我给你看看我的股票账户。什么？你的所有股票都接近100%收益率？你怎么做到的？姐，我发现我自打进魏家以来，我的运气就特别好，随便买点股票就可以赚钱。原本我是不想暴露这个秘密的，但大姐现在处境太艰难了，我用我的运气帮她炒股的话，她肯定能扭转运势，一飞冲天的。小盛，你快跟我来。哎。爸，咱们魏家要发达了，你看一下小盛的股票账户，他简直就是天上的股神了。真的，所有的交易记录，利率都是呈100%以上啊！小沈，你不愧是爸的好儿子呀！哎呀，对了，小沈这个天赋可千万不要给他浪费了。我们公司马上成立一个金融部，你专门负责这个事儿，另外给你挂一个副总裁的职务。对了，林老，赶紧抽调20亿的资金，我要尽快看到效果。爸，放心吧，有了小盛，咱们魏家好日子还在后头。爸，姐，我一定会努力的。喂，公叔，港城那边事处理怎么样了？少爷，您放心，在3天之内就把所有的手续办妥，只要资金一到位，公司马上成。放心，资金肯定及时到位。另外还有一件事，据一线消息，那个魏胜在他们的魏氏集团已经担任了副总裁。魏家2边资金，他们在股市上已经大赚了一笔。看来他还是忍不住出手了。少爷，您还要我做什么？当然，放出风，好好给魏胜抬抬轿子。我要让江城所有人都知道，魏家出笼了，出了一位投资天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魏氏集团在半个月前成立了金融部，并且启用了20亿的资金投资股票，短短半个月就已经达到了13%的净利润呐！这一切都是我的好儿子，我们魏氏集团的副总裁魏胜的手笔。半个月就能做到13%的净利润，不得了，不得了啊！哎。这简直是投资界的奇迹呀！魏贤之如此厉害，简直比你哥还强100倍啊！哎，诸位啊，
只可惜我们集团目前还没有私募基金的执照，所以暂时还不能带大家一起挣钱，还望各位多多体谅啊！哎呀，魏董啊，私募基金执照算什么？这好说，我来帮你搞定。现在是大牛市，正是赚钱的好机会，你们可要好好带带我们呀！啊，没错，没错，哈哈。这个都好说，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们公司不是不能考虑一下。总之，我相信只要有小胜在，我们魏氏集团一定会给大家给出一个保本保收益的私人基金。只不过到时候这个手续费可是有点高哦。爸，成立私募基金这事儿，我看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哎，这个回头再说。哎，李总，我最近才发现，股市每赚的一分钱都在消耗我的气运。不行，针对夏沫的计划得尽快启动。只要在他快死的时候去他身边刷上好感，他的气运会全部被我汲取。我没记错的话，前世这个时间点，夏沫遭遇一场车祸，是我正好路过救了他。原来是魏胜安排的。夏沫呀夏沫，这一世没有我出场，我倒要看看你的小胜哥哥给你安排了一场怎么样的拉戏。喂，公叔，夏东风还记得吧？时间差不多了，找人去收账吧。这魏生准备搞事儿了，咱们得好好帮他助兴啊！哎，大哥，不要说，夏东风欠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还？这让老子吃素的，是不是？啊！不是说不着急还吗？我天天照顾你们生意，你们急啥？等我翻身了，我就还你们嘛！你真是，我说什么时候还，他就得什么时候还，啰嗦什么？欠债还钱，前经馭义，再废话，我弄死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快点！喂，闺女，你快救救爸！他们说要砍了我的腿和我的脚，你快回来救救爸啊！哎，闺女。你怎么又欠钱了？你不说好不赌了吗？对不起，下次绝对再不赌了。求帮忙啊！先在这里刷了夏沫的好感度，一会儿他临死前我也就不用演戏了。多少钱？我来出。一共是8000万，还吧。多少？我可能怎么这么多呀？你们这是高利贷，是违法的，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是不？小子，你还不起是吧？还不起在装什么货？浪费老子的时间。没事，滚一边玩泥巴去，要不然等会儿老子脸你给我打。你瞎说什么呢你？小胜哥哥可是魏氏集团的太子爷，别说8000万了，就算是几个亿，都当零花钱一样。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不就是钱吗？谁在乎？宿主，夏沫对你的好感即将刷满，计划顺利的话，我们应该能汲取大量气运。好啊，我来出，但是你得给我半个月。好，没问题。魏生的本事，公叔跟你说过了吧？少知道一点。8000万，魏生这半个月的确给魏氏集团赚了2、3个亿，但他一旦开口要了这8000万，他的好爸妈、好姐姐一定会对他心存隔阂。毕竟这不是小钱呀。魏家对他好感度降低，应该会影响他的气运。我短短亏损了8000万，也会影响他的气运。你说这个时候，他安排的死事，反而对他自己下死手，你说他的气运会不会崩盘呢？魏生安排撞死夏沫的人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给了他10倍的价钱。原本撞上夏沫的车会悄然的撞到魏生，当然他不会死。手机银行到账8000万元。
小子，不错，前年的到账2000啊。老夏，有空再来玩啊。不管了，哼。小生哥哥，还好有你在，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事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的。我就知道你跟我一样，都是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对，就像魏红那样的势力，我就知道小生哥哥你最好了。魏少，你真是阔气，我老夏以后是有福了。伯父，赌场那种地方以后还是少去吧，那种地方亿万身家都能漱口。再有下次我可不会帮。这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哎，魏少，你要不先去家里坐坐？不了，我还有事儿。默默，我送你去学校。夏沫，你别怪我，我可不想要你这个赌鬼爹缠上。而且你死了，你的气运就是我的了。默默，小心！我怎么会在家？小生，你怎么去贫民窟那种地方，还出了车祸？还好没事，要不然我跟你爸可怎么办啊？妈，和我在一块的女孩，她怎么样了？你还提那个小狐狸精干嘛？你爸已经调查清楚了，你要的8000万是替他大怀赌债是吧？妈不许你以后跟他有任何接触了。哎呀，行了行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小申啊，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已经找人把咱们那个私募基金的牌照给办好了，而且已经募集了500亿的资金，都交由你来管理，好好干啊，千万不要让我失望。爸，一下子管理500亿，我恐怕管理不过来，要不咱们计划还是推迟一下吧？你为什么要推迟啊？哎，现在可是有好多富豪争着抢着要跟咱们投资呢，而且现在正是吸取资金扩张的好时候啊。对啊，小生，说不定我们魏家很快就能再进一步，在省里都能排上号呢。小申啊，你放心，集团内部有专业的金融团队把控呢。原来如此，那我肯定好好努力，我争取把集团做大做强，多赚点钱，不让爸妈和姐姐担心。好小子，比某些白眼狼可强多了。那你好好休息，那我们不打扰你了。走走走走。虽有点冒险啊，但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只要这次在魏家站稳了脚跟，集团继承人的位置只能是我。小申，你最爱的海鲜粥。我让你做了吗？这是我儿子为集团做出了贡献，我给他准备的大餐。就你养子的娘们唧唧样，能做出什么贡献？你懂个屁！现在魏氏集团金融部已经打出名声，股票已接近700，看到没？这个呀，才是我们魏氏继承人该有的风采。金融部，你们以为魏胜的草包能玩转金融部啊？别到时候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你呀，这就是嫉妒。毕竟人家小胜可是靠自己的本事开始操控500亿的资金，你有这本事吗？小红啊，你要是想继续保住继承人的身份，最好是回头是岸。大家毕竟是一家人，没必要弄得太僵。小孩子偶尔闹闹，也许有人哄，但是弄过了头会惹人厌烦的。没错，我倒是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跪下来给我们全家人道歉，
你或许还有可能成为我们魏氏集团的继承人，否则可别怪我心狠手辣。你们不会以为赚点小钱就能一直顺风顺水吧？草包到这种程度，还学人家玩金融、玩投资，看来我得多买几挂鞭炮，提前庆祝一下魏家破产了。爸妈、大姐，你们别生气，大哥他就是看不上我而已。他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身份。哼，小慎，不要理这个小畜生，你呀，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儿子。对啊，小盛，你也别太善良，别总是热脸贴冷屁股，这样不好啊。咱们始终是一家人，改天我再劝劝他。劝什么劝？都是你把他给惯的。你看这个小畜生，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你们有时间跟我在这吹胡子瞪眼，倒不如想想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危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再过4个半小时，美股将会开启暴跌。小畜生，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完蛋了。小畜生说的是真是假？如果美股暴跌，势必会影响全球的股市。我们魏氏集团筹集了500亿资金刚入市，万一出事，那我们集团承担不起呀。云老，快点查。好。系统，我现在的气运值还有多少？上次车祸，本系统直接用气运帮助你活了下来，现在你的气运直接净0。完蛋了！不会有事的，投资过那么多的金融专家，一定会没事的。出事！美联储要加息。什么？美联储要加息，就意味着要有一场金融风暴。那魏氏集团刚刚砸了500亿进市。这不可能啊！王八蛋，谁敢算计我？算计？我逼着你们往股市里投钱了，还是我逼着你们大张旗鼓的招揽各大富豪购买私募基金的？永远只会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废物！你个小畜生啊！你明知道有股灾，还坐开我们跳坑，你这心怎么比蛇蝎还黑啊？若你跟我断绝关系，我现在跟你断绝关系，你不是我儿子了，滚！你给我滚！老是说这些话就没意思。你们不会到现在还以为我把你们当亲人呢？原来小红真的已经断情绝爱，不再将我们当成父母了。她真的已经放弃我了。你怎么敢？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爸妈呀！这时候就别装慈母了，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危机吧。这500亿要是没了，魏家应该也没了吧？小畜生，你想搞死我们？想都别想！你给我站着！爸，股灾波及到 A 股还需要时间，我们的资金还有机会出逃，不会让这个混蛋看笑话的啊！对，会有事的。董事长，卖不出去啊！现在很多股票都在跌停，我们这么多体量卖不出去啊！我们已经主动拉低了价格，但是刚刚开盘的股票都在暴跌，根本没有人敢买呀！股灾，绝对是超级大股灾呀！你说，哎，你们一个个平时说自己是哈佛大学金融系的高材生，又说在什么华尔街有工作经验，怎么遇到现在这种小状况就束手无策了？那我集团养你们有什么用啊？董事长，这是股灾，不是小风波啊！许多国家都束手无策，
岂是几个小分析师就能改变大局的吗？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个，你们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股灾下，各家大企业都在暴跌，只有少数银行还在坚持。咱们要么是继续加大投入，等待抄底，要么等第一波股灾过后，咱们选择割肉离场。这商讨会出台救市政策吗？很难说，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来看，很多股最少得吃5个跌停以上。股灾不平息，上头是不会收手的。而等到股灾平息之后，恐怕我们这500个亿只能剩下个1/10。完了，全完了！董事长总裁不好了，江州所有的豪门都来了，他们嚷嚷着要见你。爸，还是我去应付。这次股灾确实来得太突然，谁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那些叔叔伯伯们投了钱，生气也是应该的。不过我作为一个小辈，他们也不太好为难。还是我去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这件事我必须要扛下来，哪怕被叔叔伯伯们臭骂，哪怕我直接跳楼赔命，也绝不能让爸爸和姐姐遭罪。没事，小盛，毕竟这事儿不能完全怪你，放心吧。以目前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公司的物业、资产还有项目都给他们赔了。你放心，即使咱们公司破产了，我也不会让魏家人饿着的。完了，全完了，我们魏氏集团全完了。金融部，你们以为魏胜的草包能玩转金融部啊？别到时候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你们不会以为赚点小钱就能一直顺风顺水吧？草包到这种程度，还学人家玩金融、玩投资，看来我得多买几挂鞭炮，提前庆祝一下魏家破产了。如果我们没和魏红闹翻的话，魏家怎么会破产？可惜这么厉害的亲弟弟没把握住，反而宠爱了一个把集团带到沟里的假弟弟。全球股灾之前，我把我之前赚的钱全都放进了美股组。短短5天，我的钱从20亿变成200亿美金。魏公说，100亿已经转过去了。少爷，此经已经收到，公司注册完毕。另外，我还购置了江州大厦，作为我们集团的办公场所。辛苦了，公叔，回来庆祝集团开业吧。我们魏氏集团虽然说已经破产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的。爸妈，你们听说了吗？刚刚魏红成立一家100亿集团，还买下江州大厦作为办公场所。你说什么？这小子哪来的钱？是不是老爷子给他留下的钱？根据我得到的消息，魏红在这次股灾之前就做空了美股，整整净赚了200亿美金。现在外面都在说他是新时代的股神。爸，咱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呀？要不是咱们心疼小盛，魏红也不会跟咱们闹翻。现在外面都在嘲笑咱们有眼无珠。你放屁！要说错，那都是魏红的错。这小子现在翅膀硬了，是吧？啊，他要是有一点点如小盛乖巧，那我都知足了。我多后悔，我真希望这辈子没有生过这个孩子。爸，乖巧有什么用？小盛嘴巴是乖巧，可是对咱们家族没有半点帮助，反而还狠狠坑咱了一把。小红以前又乖巧又懂事，全家上下都被他放在心上，结果我们不知道珍惜，现在我……你们出口！爸，
老魏，没事吧？小红，你快给你爸扎一针，快救救他呀！快救救他！魏董事长晕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火葬场专线我倒是可以帮忙联系一下。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人命关天呐！大哥是你爸呀！他呸！魏董只是情绪激动引发的高血压休克，没什么大碍的。妈，大姐，你们是怎么照顾爸的？他怎么一下就晕倒了呢？而且家里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破产了？你们别怪妈和大姐，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怪我，都怪我！小事干什么？快起来！你干嘛打自己啊？都怪我，都怪我要搞私募基金，害得咱们家破产了，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们。还是我来说吧，其实这一切也不怪小盛，他哪能预料到股灾会发生？要怪就怪你们的好弟弟。魏红这个混蛋早就料到股灾会发生，可偏偏不告诉所有人，看着我们倒大霉也不吭一声，自己反而在股灾中大赚一笔。现在倒好，我们魏家破产，他反而成鸿盛集团董事长。要是他当时给老魏扎一针，也许早就控制住了病情。可他看到老魏晕倒，不仅无动于衷，反而问要不要送火葬场专职。我们一家人怎么就变成这样？这个小白狼，早知道小的时候就应该溺死他。不行，不能这么便宜他了。他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集团，还有200亿美金吗？我不管他这个钱是怎么赚的，但这个冤尸资金肯定是出自我们魏家，一定要让他把集团、把钱都交出来，不然我就去告他。舒云，你疯了！这样这么做的话，魏国会跟我们不死不休的。是他断情决意在先，魏家破产了他不管，亲爹晕倒在面前他也毫不在乎。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他。妈，姐姐们，你们不能这样。大哥肯定是恨我夺走了他的宠爱，你们多包容包容他就好了。大不了我离开魏家，大哥一定会回来的。不，要走的不是你，是他。妈，你这样的话，爸不会同意的。老魏，我同意，一定要让这个小畜生把集团和资金都交给小盛，以后咱们家就只有小盛这一个亲儿子。哼！今天我一定要让这个小畜生把集团和钱全拿出来。走。我听前台说，有一群恬不知耻的人自称是我的父母姐弟，非要进来。你说你们这群人怎么就这么不要脸？你今天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你是斩不断的。我们今天来呢，主要是要通知你一声，限你在3天之内把这个鸿盛集团和你名下的所有资产都转给小盛，否则别怪我连仅剩的那点血缘之情都不念记。我们过去就是对你太仁慈，如果你不照做的话，我们就去告你，让你身败名裂。就是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该属于，都是人家小盛。你们魏家人可真有意思呀，不仅眼盲心瞎，还异想天开，想要我的资产，还想要告我。可以呀。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你们的好养子魏胜会输送新生啊。到时候在法庭上卖惨，说不定真能赢。不过我的公司在港城，我的资产也都在港城。别说你们告不赢，就算告赢了，又能怎么样？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沦落到破产这个地步吗？他一句心声，你们就跟着眼盲心瞎。就你们这种草包，沦落到这种地步，该
来人，送客。你怎么看？等，哦，原来是这样，原来都是因为你，才让我们亲父子之间离心离德，都是你害的。爸，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才让我们失去了亲儿子。你还我弟弟，还我亲弟弟！畜生！老公，都是爸错，爸向你道歉，你原谅我们好不好？咱们还像以前一样，跟一家人一样，咱们回家好不好？对呀，小红，我们错了，我们都知道错了。小红，你回来好不好？小红，一切都是姐的错，姐不能没有你，魏家也不能没有你。你们不是知道自己错了，你们只不过是想攀附我，继续过纸醉金迷的那种生活。可惜呀，我的心早就死了。你们这群垃圾家人，我早就不在乎了。现在是你们自己滚呢，还是我把你们丢出去啊？哎呀，小红，我自己走。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